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听起来有点玄乎的话题——谋略。谋略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字眼，它像是权谋家的专利、政客的手腕，或是商场老手的独门秘籍。寻常百姓怎么也扯不上脸。但你想过没有，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较量，无形无质却又真真切切。职场的明争暗斗，情场的攻心未上，创业的你死我活，谁能全身而退？谋略不只是在权力的峰峦间展露锋芒，更渗透在我们生命的每个角落。懂谋略，你就有了过人的慧眼和先机；不懂谋略，你就只能在世事的洪流中沉沉浮浮，随波逐流。这期视频我们不谈阴谋阳谋，不聊权谋术数。今天我们要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拨开历史迷雾，走进三个我们所熟悉却又陌生的名字：曹操、诸葛亮，还有一位神秘的无名乞丐。一、曹操的深谋远虑。曹操一代枭雄，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气，也有赦免叛将、宽恕眼前小过的雅量。他的谋略究竟藏着怎样的智慧？诸葛亮，蜀汉丞相，有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忠诚，也有临危不惧、舌战群儒的锋芒。他的谋略又蕴藏了什么玄机？至于那个乞丐，看似低微，却3天骗得金银万两，堪称行骗界的翘楚。他的谋略难道只是压榨人性的把戏吗？不同的身份，不同的际遇，同样的精彩。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若论谋略之道，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透过他们的故事，我们能窥见谋略的冰山一角，掌握制胜的关键。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谋略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决定着成败兴衰。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，懂得谋略，你就有了一双洞察全局的慧眼。那么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谋略的殿堂，聆听曹操、诸葛亮、乞丐的不传之秘，领悟谋略的精髓。或许这将是你打开人生格局的一把钥匙。曹操，一个传奇的名字。提起他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奸雄、枭雄，还是一代枭雄？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。曹操刚刚大败袁绍，正是如日中天、春风得意之时。然而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却让他的谋略智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故事是这样的：曹操的儿子曹丕在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书信，那是曹营将领与袁绍私通的证据。曹丕怒不可遏，要严惩这些叛将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吃里扒外的家伙就该千刀万剐。曹操却不这么想，他没有大发雷霆，反而泰然处之。在一次朝会上，他当众拿出这些书信，语出惊人：诸君忧心我军实力不足，担心投错了胎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如今大势已定，希望诸君放下包袱，与我共创伟业。说罢，曹操当场烧毁了那些书信，并宣布既往不咎，绝口不提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台下文武百官，有人如释重负，有人惊诧不已，有人暗暗点头。曹操用一招险棋赢得了所有人的心，这就是曹操的谋略。看似简单的一招，背后却藏着5大玄机。第一，控心。曹操以恩威并施的方式瓦解了将领们的戒心，宽恕让他们感恩戴德，捎信断了他们的后路。既然已经被收买，又何须东张西望？第二，立威。曹操当众捎信，既表明了自己的胸襟，又昭示了自己的权威。大敌当前，军心稳固最为紧要。一封书信就能定乾坤，谁敢不服？第三，留才。官渡之战刚刚结束，人心尚未稳定。那些叛将虽然可恨，但毕竟是曹操的嫡系，杀一儆百，恐怕到最后就剩曹操一个人了。与其斩草除根，不如网开一面，让他们为自己所用。第四，树形。曹操此举塑造了自己宽厚仁慈的形象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谁不想追随一个明君贤主？伟大的领导者总是懂得适时展现自己的胸襟。
第五，巨力。叛将的存在是曹营内患的隐患。曹操的豁达大度一下子就消弭了内讧，凝聚了人心。接下来曹操就可以一门心思与外敌死磕到底了。曹操的这个故事给我们留下了3大启示。启示1：高瞻远瞩，未雨绸缪。当所有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，曹操已经在为下一步布局了。他看到的是3步之后的形势，这就是大智慧。启示2：审时度势，进退有度。稍信容叛，并非心慈手软，而是顺应形势的需要。曹操深知什么才是当下最重要的。正所谓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过于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，反而会贻误战机。启示3：驭人之术，赏罚分明。曹操用人从来都是赏罚并举，他善于用恩威并施的方式笼络人心，让部下心悦诚服。同时他也绝不姑息养奸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这种游刃有余的领导力正是谋略的精髓所在。曹操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谋略不是投机取巧，而是未雨绸缪。他不是权谋术数，而是心胸气度。真正的谋略大师总能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透过曹操的这个局，我们得以一窥谋略的冰山一角。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谋略大师诸葛亮的故事，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？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2. 诸葛亮的局中局。诸葛亮，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，被誉为卧龙的军事谋略天才。然而他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谋略，却发生在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决定上，让关羽手滑容道，放走曹操。故事发生在赤壁之战后，曹操率领大军南下，与孙刘联军相持于赤壁。经过一番激战，曹操的几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只能仓皇逃窜。诸葛亮预判了曹操的撤退路线，决定派兵截杀。话分两头，诸葛亮的部将中有一个叫关羽的猛将，他曾经与曹操有过一段私交，甚至受过曹操的恩惠。如今到了生死关头，关羽会如何抉择？诸葛亮心中有数，他巧妙地安排关羽去华容道守卫，并嘱咐他见到曹操就格杀勿论。关羽听命而去，谁知真的让他带到了曹操。然而千钧一发之际，关羽却下不了手了。曾经的恩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关羽狠心，还是放曹操离去。关羽回到军中，诸葛亮大发雷霆，痛斥关羽擅离职守，军令如山，这等违抗军令的事就该军法从事。关羽羞愧难当，甘愿受罚。就在众人都以为关羽性命难保之时，诸葛亮却突然宣布饶恕关羽。至此，关羽对诸葛亮心服口服，从此成为诸葛亮部下一员大将。诸葛亮这个局堪称局中局，步步为营。他用3招妙棋达成了3个目的。第一，稳大局。当时曹操虽败犹强，如果一意孤行，非要置曹操于死地，恐怕会激起曹操的亡命之战。与其两败俱伤，不如各自抱得美人归。诸葛亮深谙其中利害，宁可放虎归山，也不贸然出击。第二，破谋划。当时孙权与刘备联盟，但内部矛盾重重。孙权有意让曹操死在刘备手上，从而让刘备承担报复的风险。诸葛亮早看透了孙权的心思，绝不能让刘备充当马前卒。放走曹操，就是断了孙权的如意算盘。第三，巧立威。关羽乃刘备心腹，诸葛亮新晋归附，要驾驭这样一个猛将，绝非易事。借华容道一事，诸葛亮一方面顺水推舟，成全了关羽的情谊，一方面又以军令为名，敲打了关羽一番。这种柔中带刚，刚柔并济的手段，让关羽心悦诚服，从此死心塌地。诸葛亮的故事给了我们3点启示。第一，远谋。局势瞬息万变，唯有看得远，想得深，才能决胜千里。诸葛亮放走曹操，看似小恩小惠，
实则为日后蜀国发展铺平了道路。这就是远见卓识的智慧。第二，借力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诸葛亮善于利用各方势力，让他们为我所用。曹操、孙权、关羽在诸葛亮眼中都是棋子。高明的谋略家总能化被动为主动，借力打力。第三，权谋。有进有退，有张有弛，这是大智慧者的通行证。诸葛亮深谙进退有度的艺术，他懂得韬光养晦，隐忍屠城。放走曹操，正是他以退为进的高明体现。诸葛亮的故事再一次揭示了谋略的奥秘。在那纷繁复杂的时局中，唯有运筹帷幄，才能决胜千里。然而，谋略的艺术不仅仅局限于权力的丰卵，即便是市井小民一样可以玩转谋略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神秘的乞丐，看看他的故事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。三，乞丐的步步为营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谋略从来都不是帝王将相的专利，有时市井小民的谋略更让人拍案叫绝。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神秘乞丐的惊世骗局。故事发生在一个繁华的都市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蹲坐在一家超市门口，向过路人乞讨。大多数人对他视而不见，只有几个好心人给了他一些零钱。乞丐默默地记下了这些好心人的地址。第二天，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。一辆劳斯莱斯停在超市门口，从车上走下的竟然就是那个乞丐。他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公文包。原来他是来还钱的。那些好心人收到了10倍、100倍于他们施舍金额的回报。消息不胫而走。第三天，乞丐再次出现在超市门口，这一次给他钱的人多了起来，100元、200元，大家伙争先恐后地向乞丐投资，并留下了自己的地址，期待着第二天的丰厚回报。然而奇迹没有发生。从第3天起，乞丐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他带着大家的投资销声匿迹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。乞丐用2天时间赢得了大家的信任，然后毫不留情地卷款潜逃。这个故事看似荒诞不经，却充满了谋略的智慧。乞丐的成功在于他巧妙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。首先，他用施小惠的方式赢得了大家的信任。在最初的2天，他用10倍、100倍的回报征服了大家的心。一个愿意还钱的乞丐，谁能不动容？其次，他用有钱的形象吸引更多的人上钩。一个开劳斯莱斯的乞丐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，他很有钱，人们愿意相信一个有钱的乞丐一定会还更多的钱。最后，他步步为营，环环相扣，骗到了大钱。前2天的还钱行为都是为最后1天埋下的伏笔。当大家都相信他时，他的骗局已经得逞了。透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总结出乞丐做局的2大要点。第一，信任。用还钱、豪车等手段制造可信的形象，是骗局得逞的基础。一旦人们相信你，你就可以开始收网了。第二，人性。懂得利用人的贪婪、从众心理是骗子的基本功。当人们看到别人都在赚钱时，理智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。这个乞丐的故事给我们3点警示。第一，骗术。披着善意外衣的陷阱往往是最危险的，不要轻易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第二，人性。懂人性、懂人心是谋略的基础。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心理防线，不被贪婪蒙蔽双眼。第三，套路。生活处处有套路，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，更不要盲目跟风。乞丐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谋略无处不在，它可能发生在帝王将相的权力游戏中，也可能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市井生活里。懂得谋略，我们就多了一双洞察人性的慧眼，而这恰恰是我们应对世事的护身符。4. 影视剧中的经典局。经典局的共性，算无一策，对形势了如指掌，算计到位，疑兵之计，制造迷局，让对手自乱阵脚，趋利避害，
懂得见机行事、避实就虚、谋略的艺术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。它不仅出现在历史的长卷里，也频频现身于荧屏上。那些经典的影视剧，往往有着最精彩的谋略场景。今天，我们就来盘点3个影视剧中的经典局，看看它们有何共通之处。第一个局来自《鹿鼎记》，韦小宝这个机智深沉的小人物，在剧中巧设连环计，一举除掉了自己的3大敌人。他先是假意投靠，骗取信任，然后挑拨离间，让3人反目成仇，最后在火上浇油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韦小宝的谋略可谓是环环相扣，步步为营。他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收益，这就是谋略的魅力。第二个局出自《琅琊榜》，梅长苏这个身负重任的谋士，在剧中借助麒麟才的舆论压力，大闹金銮殿，逼得皇上不得不下罪己诏。他利用民意的力量，巧妙地化解了自己的危机。梅长苏的谋略可谓是以退为进，化被动为主动。他深谙舆论的力量，懂得如何借力打力，这就是谋略的艺术。第3个局来自《走向共和》，李鸿章这个谋略家在剧中巧施围魏救赵之计，化解了朝堂上的一场危机。当时朝廷内外矛盾重重，李鸿章却能审时度势，见机行事。他一面抓住时机推动变法，一面又适时止步，稳定人心。李鸿章的谋略可谓是进退有度，张弛有度。他懂得权衡利弊，把握分寸，这就是谋略的奥秘。透过这3个经典的局，我们可以总结出谋略的几个共性。第一，算无一策。不管是韦小宝、梅长苏还是李鸿章，他们对形势都有着清晰的判断。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算到别人算不到的一步。这种对局势的掌控力是谋略的基础。第二，疑兵之计。在谋略的世界里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高明的谋士总能制造迷局，让对手自乱阵脚。韦小宝的连环计，梅长苏的舆论战，无不体现了这一点。第三，趋利避害。谋略的艺术在于审时度势，见机行事。李鸿章的围魏救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懂得避实就虚，趋利避害，这种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是谋略的关键。影视剧中的谋略给了我们许多启发。它告诉我们，谋略不是独角戏，而是一场博弈；它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雪中送炭；它不是投机取巧，而是未雨绸缪。真正的谋略需要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保持一颗清明的心。当然，谋略的艺术不仅仅存在于影视剧中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，谋略无处不在。职场上的明争暗斗，情场上的攻心为上，无不体现着谋略的智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职场，看看那里有哪些常见的局。5. 职场中的局。在职场这个大舞台上，谋略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。有人在台前表演，有人在幕后导演，每个人都在这个大局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。今天，我们就来盘点职场中的几个常见局，看看他们有何特点，又该如何应对。第一个局叫做甩锅局，这是职场中最常见的一种局。当出现问题或失误时，总有人会想方设法地推卸责任，让别人来背黑锅。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模糊事实，混淆视听。当领导来追责时，他们总能找到替罪羊，自己则安然无恙。这种局是职场中最让人不齿的行为。第二个局叫做跪舔局，这是职场中另一种常见的局。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不惜阿谀奉承，巴结领导。他们会把领导的一举一动都解读为圣意，然后竭尽全力去执行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会努力踩踏同事，打压竞争对手。这种局表面上看似忠心耿耿，实则是在玩弄心机。第三个局叫做演戏局，这是职场中最让人防不胜防的一种局。有些人表面上看似憨厚老实，实则城府极深。他们善于伪装自己，
游走于不同的人际圈子，收集信息，暗中下黑手。这种人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出其不意，达成自己的目的。这种局是职场中最具欺骗性的一种行为。面对职场中的种种局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呢？答案很简单：不参与，不介入，不落入他人的局。首先，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，不被表象所迷惑。职场如战场，人心难测，我们要学会看透人心，洞察人性，不被别人的伪装所欺骗。其次，我们要坚持原则，不随波逐流。在诱惑面前，我们要学会说不，不参与那些不正当的局，不介入那些不道德的游戏。只有坚守自己的原则，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最后，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能力，不给别人下套的机会。在职场中，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。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情商，让自己变得强大。只有实力雄厚，才不会轻易落入他人的局。职场中的局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世事的无常。在这个大舞台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，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。然而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你玩了多少局，而在于你是否能守住自己的本心。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——谋略的真正意义。无论是历史上的曹操、诸葛亮，还是影视剧中的经典人物，他们的谋略都不是为了谋略而谋略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这才是谋略的真谛所在。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玩了多少局，而在于你是否活出了自己的本心。真正的智慧不是投机取巧，而是淡定从容。它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保持一颗简单纯粹的心，它让我们在诱惑和挑战面前守住内心的那片净土。朋友们，生活从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我们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。让我们以智慧和善良为指引，以谋略和政治为手段，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心的确定。愿你我能以智慧和善良为指引，以坦荡和真诚为底色，以勇气和担当为笔触，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绚丽人生篇章。无论前方有多少风雨，只要我们心存希望，脚踏实地，就一定能创造奇迹，实现梦想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